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请问谁是好人品先生？我是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警察，怀疑你涉及一宗性侵案件，需要你跟我们回去警局协助调查。任品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清楚，我先陪他们回警局协助调查，事后我再回来跟你解释。任品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，人品是不会做犯法的事的，可能是搞错了。啊，我们要不要跟过去啊？走。等等我。哎 ，bro， 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啊，你们怎么全部都来了？你怎么会跟未成年少女性侵案扯上关系啊？是那个卢哥自己犯了法，还想拖我下水。他居然跟警方说，那个未成年少女是我安排的。What the heck？ 他死到临头了，还要把你拉下水，真的是卑鄙无耻下流啊！卢可是应该知道警方会调查清楚，他不可能无中生有的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我做的啊？咦，你怎么可以听卢克斯的话？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当然没有啊，我已经跟警方澄清了，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 boss， 我相信任品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那还用说吗 ？OK， 没有就好。？Boss， 哎，你不是在Mr. Wang家做工吗？怎么这么早回来？我已经把工作都交代给阿聪和拉江了，他们知道怎么做了。哦，干嘛？你以为我在偷懒？我才不像你，我怎么了？一笔装修费都收不回来。你还好意思问哦？哎呀，快了，快了。快乐的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今年的圣诞还是明年的？我怎么说都是你老板，给你面子哦。总之，我一定会把这笔账收回来给你看。总之，老板，你好自为之，不然就要你好好看。哎，学长，我来逼一逼啊！逼什么？ Number one 啦，他又去找保友，他们两个啊已经是肉麻到人类不可以接受的地步了，真的很恶心。拜托啦，你想避开你的疑，你就直说，不必找那么多借口。没有啦。哎，对了，任品被警察叫去接受调查，他没事吧？啊，他没事，他没事，他已经跟警方解释清楚了，他没事啊，你放心啦。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所有麻烦事同时发生。唉。 哎，学长，你有什么烦恼？你在烦什么？女人呐，是不是跟雨柔姐姐吵架？厉害就好，不要假厉害。我在烦钱的事，有一笔钱收不回来了。切，跟人讨钱啊，是我的强项，我从来没有失败过的。你看，哎，真的，你有办法帮我收到账啊？帮你不是不可以，最近我看上了一双球鞋。没问题。 只要你有办法收回这笔钱，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。你说的。哎，你。
哎，你阿龙啊！我认识你吗？你不认识我不用紧，我认识你就好了。你是阿平right？是啊。欠的钱什么时候还？你搞错人了吧？我哪里有欠你钱啊？我是代表 Mr. 王来收账的。你今天不还钱的话，我叫你断手断脚。要我还钱可以，找真的阿龙来追，我就给。我就是真的阿龙。阿龙个屁！你是保不定 agent。你怎么知道？前一阵子网络上那个鬼屋探险视频，啊，我认得你。哇，假扮阿龙，我可以去 CIA 举报你的。阿平哥哥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啦，你不要那么认真 ，OK？ 那你还要不要讨债？哦，不要。那我当做没见过你了。OK，Thank you。啊，慢走。嘿嘿，怎么样？我看你跟他有说有笑的，他答应还钱了啊？Sorry sir， 任务失败了。我难得相信你一次，你就不能争气一点吗？之前我拍的那个鬼屋视频太火了，阿平把我认出来了，他还威胁去 CIA 举报我哎。啊？哎呦，哼，那这一次惨喽。哎呀，你又不是第一次做亏本生意，现在过得还不是好好的。我是无所谓，我是怕被那个 No.1碎碎念呐。你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，一定一直念，念到Mr. Wang的家装修完工为止啊。那你就当做那个从天上掉下来什么什么，然后谷里什么什么喝你的血喽。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OK， 你懂我的意思就好了。OK。你好，请问你来找谁呀？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叫 Miss Bay 的房屋经纪？请问他在吗？哦，在啊。进来。大 boss， 有位先生来找你。啊，丹先生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你坐。找我有事啊？打扰你了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你那天带来看房子的客户，能不能把他电话号码给我？你是说 Mr. Yu？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？Mr. Yu？ 你认识他吗？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，只是这些年失去联系，我一直在找他都找不到。也许是天意吧。你那天既然带他来我家看房子，你认识他很久了？40多年了。哦，那你们怎么会失去联络的？你们以前很熟吗？一言难尽。我是想看看他，你能不能帮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是客户的隐私，我必须经过 Mr. Yu 同意才能给你的。那你也可以帮我约他出来见个面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想了解他的近况。明白，等我跟 Mr. Yu 联系了，我再回复你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事你直接联系我好了。谢谢你。慢走啊，不送了。拜托你了。他想见我，我就一定要见他吗？他说你们认识的。他认错人了。我不觉得他认错人，会不会是你忘记他了？能让我忘记的人，就证明这个人不重要。那又何必去见面呢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因为以前做错事情，所以现在连身边一个亲朋戚友都没有。既然他想见你，为什么不要见他呢？没这个必要。看得出戴先生真的很想见你，可见得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真的不轻。你考虑考虑吧。查道理也
有一句话说：“一期一会。”那些过去的事，就让它留在过去才珍贵。你就告诉他，我没有空。回去要记得多多练习啊。嗯。嗨，一说你的司机来了。这位叔叔是我的朋友，不是司机。哦，可是我每次看到他开车接送你，还帮你开门。小朋友啊，会开车开门的不一定是司机，就好像会打扫、会洗厕所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人的，明白吗？可是你真的很像司机。哎呀，你这个小瓜，你知道司机长什么样子吗？就是像你这个样子哦。你的学生很可爱。我又不是第一次接你下班，从来都没人觉得我长得像司机的。现在的小孩真的没礼貌，都不知道他父母怎么教他的。小孩子平时说话就很直接，也没有什么修饰，你不要这么介意，反正你不是司机就是了。看来我真的很失败，就连小孩都瞧不起我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好像做什么都做不好，装修公司搞不好，脱口秀也搞不出什么成绩，婚姻又失败。看来公司事事一塌糊涂的，就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的。你才没有这么糟糕呢，至少我觉得你很好啊。雨柔啊，你每一次这样安慰我，是不是因为同情我啊？不是啊。老实说，有一点我挺好奇的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跟我在一起啊？当然是因为喜欢你啊。可是我长相一般，学校成绩又不突出，也没什么才华，还经常被同学欺负霸凌的。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同情我，所以才接受我的？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。我就知道你是因为可怜我。不是的，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后来跟你交往一段日子后，我发现你真的很善良。就是因为太善良，才会被人欺负，真的是应了那句“人善被人欺”。不是的，你那时候虽然被欺负，可是你一直都没有跟老师投诉，因为你不希望霸凌你的同学被开除，你一点报复心都没有。我就是在那一刻呢，被你打动的。真的是这样啊？那就好，我就知道他们在胡说的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们胡说什么？没有啦 ，Number One 他们呐，他们发现以前我们曾经在一起过，竟然说我根本配不上你啊。那他们就太不懂女人了。其实女人在挑选另一半的时候，不一定呢，只是看事业，人品也很重要啊。你这么善良，又很喜欢逗人家开心，这个就是你的优点啊。你真的很了解我，我喜欢讲脱口秀，就是想让别人开心。这也是我欣赏你的地方啊。虽然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没什么前途，可是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继续加油，我会继续把欢乐带给大家。我支持你，加油！好，谢谢你。对不起，Mr. Yu来不了了。他不想见我。Mr. Yu最近比较忙，抽不出时间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怪我。你们之间有误会啊？戴先生，其实 Mr. Yu 说他不认识你，你会不会认错人了？就算他改了名，样子变老了，可是在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就认出他了，不会错的。你说他换了名字，那他原名叫什么？他叫马庆德。你说他叫马庆德，你有没有记错？
他是我的好兄弟，我怎么可能会记错？当年我们都住在红山，几乎天天见面。他还有一个女儿。对不起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等爸爸。我们会讲都是他害的，做错事就抛下我们。你没有得到爸爸，以后不要再提起他了。马丽敏，难道她就是庆德的女儿阿敏？老板，哎，阿聪啊，找我找得这么急，什么事啊？老板啊，我需要一笔钱，可以先预支3个月的工钱给我吗？这件事我听 No.1提过，你到底要预支薪水干嘛？不久前你才借了一笔耶。我知道。可是我妈在家乡病了，需要钱动手术。如果不是没办法的话，我不敢再向你开口的。老板，你帮帮我吧，我这笔钱真的需要救命的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现在转账给你啊。谢谢老板。不行，他跟我开口，我拒绝了。转个身你却借钱给他，那不是要我来当坏人？以后我要怎么管理员工啊？阿聪是要借钱给他妈妈动手术，而且这笔钱会从他薪水里头扣，迟早都要给他的啊。他说动手术你就相信，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？啊？他之前跟我说的时候又没提到他妈妈生病，你都没有给我机会开口。哎 ，Hello， 你管这么多做什么？老板都答应了，你在那边唧唧歪歪什么？什么唧唧歪歪？我在跟我的 boss 讲话啊！哎，冷静，冷静啊！老万啊，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啊。我们一起做好事，也是打响公司名堂的一种方式啊！这么喜欢帮人，又不见得你帮我，整天找一些烂摊子来给我收拾。人家打工，我也打工，为什么我这个当员工的还要为老板担心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不干了，你要 fire。No.1啊 ，No.1，对不起阿聪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是很想预支薪水给你，可是公司不能少了 No.1， 你给我几天。我想办法说服他 ，OK？ 到底他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？莫名其妙的。X 账，你又被你的员工骂。哎，那个 No.1 呢，越来越难伺候啊。人家是老板骂员工，我呢，整天被员工骂，天理何在？那你为什么不把他炒掉呢？我心肠好，不想他失业。死爱面子，我看是你不能没有他。如果No.1辞职的话，你的豪运装修嘣啊，早就关门大吉喽。哎，越来越没大没小啊，小心我揍你啊 ！Hello， 哈哈 ，Hello，Mr. Yo， 你来了。哎，我今天这里这么多人啊，是不是知道有大人物要来，所以特别来迎接我？这位是这是 Mr. Yo， 老板娘的大客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找老板娘吗？她不在。哦，没关系，他忙他的。我今天是来送礼的有小礼物要送给你们。哇！来，黄金啊！分给大家。哇！谢谢 Mr. Yo。哎，你也拿。
我是隔壁装修公司的，不必啦。没关系，见者有份，开心就好。当然开心啊！谢谢你啊 ，Mr. Yu。Mr. Yu， 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接受。Mr. Yu 啊，其实帮你卖房子是我们的责任，你不应该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们的。你们帮我赚钱是小意思，小意思啊。Mr. Yu 啊，不然这样了，我们等丽敏回来再处理这些礼物好吗？谁都不准拿。咦 ，Mr. Yu 给我们1人1块黄金，全金的，你最喜欢的。谁都不准拿，请你拿回去吧。还有，既然房子已经卖了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，请你不要再来公司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不要在这里装模作样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我在说什么，马庆德先生。你是岳父大人？外公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隐瞒你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。你不用说，我想听。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。阿明，阿明，阿明。说放就放下，说忘就结疤，任时间忙着回答爱恨的落差。舔过伤疤，于是尽量用笑容粉刷，把痛吞下，然后继续装得很优雅。所以我说，哎呀，是看谁